这狼月福地还真如其名，是个福地。这洞下因有地热暖泉通过，所以即便外面天寒地冻，这方小天地却是温暖如春。方才你说你父亲的那番话，真是胡扯。我也没有真正进入过这狼月福地，想来父亲是有别的苦衷吧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你竟然怀疑他已经死了？到底多少年没见了？的确很多年没见了。或许他看到我，也不认得了。那现在需要我做什么，才能唤醒他？我不知道。父亲应该是进入了冥想状态。父亲，我是青儿，青儿来看你了。住手！那是你女儿。父亲，我是青儿。青儿，你真的是我的青儿？是。你怕我？我没有。你就是怕我。但是也没有办法，我现在一只脚已经踏入了虚念宫的第9重。这世上所有的生物，只要见到我，都会有一种无可抗拒而发自内心的恐惧。今天若不是你们来，再等半年，我就可以真正的踏入9重了。父亲，狼月福地与外隔绝，我们也是担心父亲的情况，才迫不得已擅自闯入师门，惊扰了您的修行。青儿该死！不，你不该死。你是好孩子，因为你给我带来了一件不一样的礼物。礼物？我没想到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之外，居然还有人修炼此功。
你年纪轻轻，居然已经到了第4重。4重功力，难道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叶鼎之竟然又破了1重？今天，只要吸了你的功法，我就可以不用再等，直接破境了。所以你找我来，就是为了这个？这么说来，一切就通了。文君的事，也是你们安排的吧？就算我们不找你们，萧若锦也不会放过你们。不过你放心，易文君，他不会有性命之忧。晴儿，你可是喜欢他？儿女情长的事情，真是有些麻烦呢。年轻人，你只要顺从一些。我看在我女儿的面子上，可以留你一条性命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是曾经的北阙国主？曾经这2个字，未免刺耳了点儿。功力还不错嘛，这要是在年轻的时候，我可不一定打得过你。不过现在的你，在我的眼里，就是一只蝼蚁。是吗？虚念功、不动明王功、魔仙剑，3个如此强悍的功力同体，你就不怕断了经脉吗？既然你要打，那我就拼尽全力。昔日有人将毕生功力凝于13剑中，用此13剑踏遍南绝，一剑一高手，让整个南绝为之震动。他就是我师父羽生魔，一剑关尽天下业。师父，这13剑你若在泉下看到，可别说我糟蹋了你的好剑法。简直是受了点小伤吗？看来不是一般的天生五脉，真是后生可畏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叶鼎之。叶。我曾经见过一个武功精彩绝艳的叶，他本出自于我们北阙，可到最后却当了北离的走狗。他不是走狗，他是顶天立地的大将军，是我的父亲叶宇。什么？叶宇是你的父亲？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在你临死之前，我让你看看虚念宫最神妙的地方吧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天下
下第一。云哥，别过来！让开！姐姐，父亲，是我是瑶儿。瑶儿，你是我的瑶儿。父亲，停手吧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这么多年你没有见到我，一来你就要阻拦我吗？姐姐，就差一步了。北阙这20年来的筹谋就差这一步了，有可能就因为你此举功亏一篑。姐姐，你3思了，如果不阻止父亲，才是真正的害了他，害了北阙。妹妹，我们不要因为早已坍塌的王座，而去发动一场根本赢不了的、万劫不复的战争。好，你们若是要阻止，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你的话太多了。现在谁也阻止不了，能阻止虚念宫的，只有虚念宫。巧了，我也会这破烂功。哼！你是谁？你女婿。云哥，我来了。唐云，没想到我闭关不过20年，这世上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居然在同一个时代内，同时出现3名虚念宫的修炼者。好，我今天要将你们俩的功力全都笑纳了。做梦！大河之水，天上来！冬至，瑶儿，姐姐，没有用的，这不是我们能阻止的。你们死定了！东君，我已经死过好几次了，不差这一次。云哥，都来！云哥，不要！这样你会死的，你听见没有？还来！竟然是天意！既然如此，倒不如把我余下的功力都传给你。岳风城，你疯了吗？云哥，云哥，不要啊，云哥，快停下来，你会没命的。
快停下来，云哥！同学，云哥，你醒醒，不要被迷惑了心智。云哥，快回来呀，云哥！回不来了。我的家人死了，师父死了，妻子也被带走了。这个世界没给我存下半点善意，那我也决定不再报以善意。百里童军，对不起啊！父亲，父亲！东君，3个人的力量，他居然做到了。云哥，没用的，他已经入魔了。任鼎之，住手！得死！云哥，云哥，停下来！停下来！父亲，不要！东君，生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。都说这天外天的无相尊使是一介文人书生，可没想到这文人书生的功夫，却比那个无作使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哈哈哈，值得我认真对待。累了这么久了，临死前歇歇吧。那就多谢君先生了。很多年前，我有幸见过李先生。你是他的大弟子，能死在你的手上，我没有什么怨言。只不过我死了，却也不代表我们输了。你真的以为我的小师弟他们阻止不了你的计划？也真的以为那个叫岳风城的练了什么虚念功第9重，就能够毁天灭地、天下第一？可笑！不与妄言者辩。冒昧的问一句啊，您还有多久死啊？或许让先生失望了。冰原之上的寒风正在冻凝我的伤口，也许
我还能再苟活1个时辰。若先生再出手，我自然一刻也活不下去。好，那我们便打个赌，若在这1个时辰之内，先来到这里的是岳风城，我就治好你的伤，让你活下去。如果是宗主来到这里，他神功大成，自然也就能救我，哪儿还需要先生？我会先杀了他，然后再救你。君先生可真是自信。但如果来到这里的是百里东君呢？我依然会救你，只不过你要以这天外天的名义向我保证，至死不能离开这里半步，同时也放弃打北离的主意，如何？这个赌局似乎对我没有坏处。好，那便赌了。百里东君，你不明白是吗？那我就讲给你听。我练魔仙剑时，就已经种下了魔种，虽经压制，但却并未完全消除。文君回来后，我以为一切都会变好了，但没想到，这只是一个局。不够强，就只能做棋子。所以我的父亲被诬谋反，满门抄斩，所以我的妻子几次被人夺走，始终不得安宁。所以，从今往后，我不要再当局中的棋子，我要做下棋的人。百里东君，别再那么天真了。没有人会永远像从前，整天傻呵呵的，不知人间疾苦。我现在是叶鼎之，不是叶云。如果做叶云需要一直辛苦，那这种辛苦我看遍了，也过够了。云哥，云哥。你自己留在原地吧。叶鼎之，我在此修炼近20年，只在收复北阙，戒之背离。可到如今，我的心愿就此要停止。你很好，现在体内
已经有我们3个人的真气，足以纵横天下了。你想做执旗人，那就统领全北域的宗族，带领着北域的铁骑，踏平中土吧。你死于我手，不恨我吗？英雄立于世，心中爱恨，岂能如此凡俗？我心中最恨就是背离。如今我们的敌人是一致的，那就请你继承我的遗愿，做现在天下第一，踏平背离。来了。这场赌局的结果，比我想象中的更有意思。没想到我们2个，谁都没有赢。怎么会如此？入了魔道，却仍有一颗人心，这颗比那所谓的虚念宫第9重厉害一些吧？你就是叶鼎之？是我。我打不过你，或者说至少我杀不了你。我也不想与你打。我特别好奇，这冰原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岳风城死了吗？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我吸干了他的内力，我本想杀了他，但百里东军求我，我就放了他。可他的经脉承受不住啊。现在应该已经死透了吧？怎会如此？怎会如此？可你却没这么幸运了，你一定要死在我的手上。没想到我苦心谋划这么多年，最后还是功亏一篑。你的苦心谋划，却又与我何干？我此刻本应在姑苏城外的草庐中，那里四季温暖，草木成荫。
而不是在这寒风冻骨的冰原中。就算永生坠入寒冰地狱，也挽回不了你的罪孽。你现在很危险。我知道，但你与其关心我，不如关心下那个家伙。他也被我吸干了内力。如果你不传真气给他，他也会死的。他千里奔袭至此，只为救你，可如今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你却不管。我的真气只会加快他的死亡。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，可是我还是想和你说一句：与我们一起走吧。你的魔心，我可以帮你渡。不必了，终归是两条路了。如若是这样的话，那下次我们再见面，可就避免不了打这一架了。那就不要再见。可他呢？他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我不配做他的朋友。师父啊，师父，你说的对，这世间还是失意人最多呀。宏观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？有个人忽然杀了进来，他的武功实在太高了，谁都挡不住他呀！可是一个中年书生和一个白衣少年。是我。叶挺之。你这一生还剩下最后一句话可以说，我希望你珍惜这句话。一切都是我和吴相使的谋划，不要杀月清。我叫叶鼎之，从这一刻起，我就是你们的新宗主。不服者杀！
唉，唐连月走了，司空长风也走了，姬若风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明。你当初辛苦成立了天启寺守护，如今也只剩下一个星月，你就不觉得可惜吗？那不是还有师兄你呢吗？见星有月，睡梦杀人，有你们夫妻2人啊，就足够了。我就是怕呀，内忧刚息，外患又起。我觉得易文君这事儿有北阙的手笔。你说的没错，忘忧老人给我传了封信，说姑苏城外的那间草庐里，叶鼎之和孩子也不见了。如今易文君出现在了天启城，那叶鼎之呢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会？我是在想，北阙想从这整个事件中得到什么？叶鼎之，我倒不怕他现在来闯天启，我怕就怕他不是现在来。我也收到了消息，东君离开雪月城了。多事之秋啊，希望我的预感不是正确的。那你还放司空长风走？他我是留不住的，他总会走的。天启城太小了，只有江湖能容得下他这般席卷天地的长风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还留有后手，我与他们做了一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我与他们约定，只要他们手握令牌，当以后若有人需要他们守护的时候，他们便会出现。如果他们死了，就算我死了，我的后代也不能丢弃这块朱雀令。哼，萧若风还真是看得起我。像我这样子的人，怎么会成亲，又怎么会有后代呢？走了，浪迹天涯，撤！他还是那样。叶鼎之入魔一事，对他打击挺大的。他心底里最不能接受的，不是叶鼎之对他做的事情，而是从今往后，他彻底失去了他的云歌。比起这个，我更担心的是东君的内力。小师弟全身真气被瞬间掏空，想必内海一定受了极为严重的损伤。必须得有一个高手帮他重塑内海，内海之伤不及时医治，恐怕之后他都再难习武吧。师伯这般厉害，可有什么办法？我没有办法，我能想到的高手就只有师父一人。可如今师父他行踪不定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海外仙山，海外仙山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哎，这么说来，你们之前也曾到过那儿？我和东君在雪月城时，曾四处游历，有幸到过仙山，和莫一先生有过一面之缘。莫一先生，莫一先生他一定有那个能力。如此甚好啊。只不过这海外仙山，我恐怕就不能陪你们一起去了。为何？这海外仙山啊，只见想见之人。我在多年前
曾做过一件错事儿，以至于我一旦靠近这仙山，整条船都会被海浪掀翻。师伯做了什么？在多年前，我提着一把剑，砸了整座山，伤了很多人，还拆了几间道观。最后一怒之下，把整座山都给烧了。莫一和他的师傅就住在那座山。嗨，往事休提嘛，都过去了。咱们还是想想办法，怎么样劝东君动身吧。是叶鼎之，不是叶云。如果要做叶云，需要一直辛苦，那这种辛苦，我看遍了，也过够了。你就自己留在原地吧。东君，东君，小师弟，不好。多谢师兄。你内海受损，这时候切莫自行调息，这没用的。是不是若是我内功尚有一点留存，我都可以自欺欺人的说，云哥对我留了手？叶鼎之他的确对你留了手，但总之你现在的状况非常不好。方才我同月瑶想了个办法，由他陪同你去寻海外仙山，求墨一助你重塑内海，这样可好？都说在天启城待久了，人的锐气都没了。想来是真的。真个屁！你怎么来了？你那天晚上没说话，我以为你拒绝我了。这，切！哎，切！哎，别跑啊！哎，你别生气了，我走的那天本来是想去找你的，但又怕你嫌我烦。风秋雨，你是不是也喜欢我？星期那家伙真的没有骗我。我们的事跟那个戴面具的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要他说了算？不算不算，你说了算。你停下来说，以后我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切！哎，风秋雨，别跑啊！切！